大家好，欢迎收看脑补俱乐部，我是伟伦。今天我们要来聊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张庆信。最近这几年，如果你有在看马来西亚政治新闻，你应该很难没有看过他。他不是行动党的领袖，但是一些保守派却批评他是行动党的华人部长。他领导的政党叫做民进党 （PDP）， 是一个以沙劳越土族为主的本土政党，但是他却在全国华社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他一边高喊沙盟团结，一边又不断扩大民进党的势力范围，甚至让盟友开始感受到压力。过去3年多，张庆信赢得非穆斯林社会的掌声，但是他也开罪了不少人。从机场解救中国游客事件，到肉骨茶入仪风波，再到最近的水舞音乐节争议，他都是以一种好像亲自下场的方式处理事情。有人欣赏他的亲力亲为和直接，也有人批评他过于高调、乱水、乱来，不断的挑战穆斯林社会的敏感神经。不论你喜欢他还是反感，张庆信现在已经成为了马达尼政府里面辨识度最高的部长之一。然而，比起全国舆论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沙劳越内部率领民进党扩张势力。5月16号，我和同事思源受邀出席在西部举行的民进党党员大会。谢谢你们邀请我们来出席 PDP 的大会。谢谢你。这场大会有许多的政治符号和解读。Inilah perjuangan kita。张庆信上台的时候，现场的掌声、欢呼声、口号声，持续了接近1分钟。在大多数的马来西亚政党里，这一幕并不寻常，因为台下超过一半的党员都是沙劳越的土族，但是站在舞台中央的、获得最高声量支持的，却是一名华裔的领袖。长期以来，马来西亚政党存在一种非常清晰的权力结构：华裔政党经营城市华社，土族政党深耕乡区与内陆基层，大家各自守住自己的族群与地盘，好像你不要干掉我，我也不要干掉你。即便在沙劳越同属一个联盟的成员党之间，也长期维持一种所谓的边界分明的默契。但是张庆信现在他正在慢慢的跨越这种界限。张庆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华裔政治人物，他不像一些西马政治人物热衷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也不大喜欢抽象的政治语言。相比之下，他更像一种行动型的政治人物，讲话直接，情绪外露，亲自下场，反应迅速，甚至有一种不按牌理出牌的江湖气。那我这里说的江湖气只是一个形容词，我是说他很豪爽、很直接、草根，不是真的说他是真江湖人物。张庆信这种风格在传统官僚体系里面其实很容易引发争议，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拥有很高的辨识度。尤其是在经历几轮的政党轮替之后，越来越多民众开始厌倦所谓的官爷 PR style， 一个愿意直接冲到现场亲自处理问题，甚至敢跟公务员体系硬碰硬也来的部长，更容易获得基层的好感。这种个人风格也逐渐转化成为他的政治资本。但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张庆信的旅游部长曝光率，而是他正在重新塑造民进党。民进党成立于2002年，当年的名字叫做沙劳越民主进步党，也就是 SPDP。SPDP 源自于沙劳越国民党 SNAP 注销后重组而成。这个政党它原本被视为是沙劳越国政以及后来的 GPS 沙盟里面的小成员党，直到2014年党内爆发权斗，以威廉马旺为首的阵营退党离开后，张庆信正式接掌民进党。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守成，而是扩张。2017年，他推动 SPDP 品牌重塑，正式改名为 PDP， 也就是今天的民进党。表面上这只是一次的改名，但是实际上它更像是一场政治包装重组。SPDP 这个名字某种程度上带着区域地方政党的色彩，而 PDP 更加的简洁，更容易建立新的政治辨识度。与此同时，民进党开始把组织触角延伸到西马，陆续在雪兰莪和柔佛成立了一些区部。张庆信解释，
这是为了协助在半岛工作的沙劳越人。但是，政治观察者认为，这更像是一种象征式的宣示。一个原本属于沙劳越内陆政治体系的地方政党，如今开始尝试建立跨区域的影响力。而真正让民进党势力出现跳跃式增长是2024年的一场政治整合。民进党吸纳了沙劳越全民团结党，也就是 PSB 沙团党。这一个不是我们一般所见普通的跳槽，因为民进党吸纳的不只是几个政治人物，而是一整个原本属于沙劳越最大在野党的政治势力。沙团党的核心人物叫黄胜科，过去黄胜科是人联党的巨头。2021年州选，沙团党赢了4席。后来除了巴都林当州议员施志豪退党之外，其余的另外3名州议员最后都加入了民进党。这意味着民进党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依赖少数内陆选区的小党，他如今拥有2个国会议员和8名州议员，开始拥有真正能和盟友谈判的政治筹码。但是问题也从这里开始，因为这直接触碰到沙盟内部最敏感的问题——议席还有地盘。黄顺科所在的巴旺阿山以及 Jonaka Rayong 的英吉利里，一直以来都是人联党上阵的传统选区。换句话说，民进党吸纳沙团党之后，这个扩张某种程度上等于直接切入人联党的腹地。事实上，双方矛盾早在2021年州选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当时张庆信获得沙盟委派竞选都洞州议席，但是这个选区多年以来一直都是由人联党经营。选举之后，2个党虽然没有公开的决裂，但是裂痕始终存在。如今，随着沙劳越议会最迟必须要在明年2月解散，新一轮的州选逐渐逼近，这种矛盾也开始浮上台面。今年以来，张庆信与人联党主席沈桂贤多次因为议席问题和社区领袖的委任公开各空交锋。双方虽然还是同属沙盟 GPS， 但是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已不是秘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在沙劳越事务，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感觉到那个紧张的气氛。这一场民进党大会其实已经不只是普通的代表大会，它更像是一场公开的实力的展示，也是一场对盟友的喊话。它到底喊了些什么？我们现在就去看看。Kita tidak akan membenarkan mana-mana parti lain dalam gabungan yang memperlekatkan dan memperkecilkan kita serta melakukan budaya membuli。张庆信在演讲中语气强硬，他强调民进党必须守住现有的8个州议席，同时他也不点名批评联盟内部有一个成员党贬低、看小还有欺负民进党，甚至当着 GPS 主席阿邦佐哈利的面前，他依然是毫无保留直接表态。随后上台的阿邦佐哈利则明显尝试替现场降温，他没有直接点名任何的政党，但是他不断的强调沙劳越只有维持团结，声音才会够大。他甚至重提2020年喜来登政变后的往事。At 2 o'clock, I was on the phone. At 5 o'clock, Muhyiddin became the Prime Minister. Sarawak yang menentukan. 他说，当年慕尤丁下午2点致电给他，在获得沙盟支持承诺后，当天下午5点马上很快就可以宣誓成为首相。他讲了一句话，他是说这个是沙劳越决定的，然后接着他又补上一句话，意味深长。The component that is united will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Malaysia. In other words, we are united. Otherwise, they don't listen to you. 那刚才我们看了阿邦佐哈利的谈话，整段讲话里面，阿邦佐哈利始终是没有明确回应民进党是否可以继续守住现有的8个州议席。但是在场的明眼人都知道，他真正想要处理的是沙盟内部越来越明显的地盘焦虑。因为如今的民进党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小的成员党。2017年改名的时候，民进党党员据称有大约97000人，但是根据张庆信在大会上的说法，如今党员人数已经突破了25万人，从9万变成了25万。更重要的是，
张庆信拥有的不只是组织的实力，他还有全国的曝光度，还有知名度。虽然这些曝光同时也是伴随着争议和批评的。对于长期以地方政治运作为主的沙盟而言，像张庆信这种能够跨越沙劳越进入全国舆论场的人物，其实并不多见。这一点也让他开始拥有过去跟沙盟成员党领袖比较少有的政治能量。面对议席和友党重叠的问题，张庆信有他自己的说法。那我们趁着在党大会的期间，我们也抓到了张庆信，跟他聊了几分钟。他说，现在已经不存在所谓的传统和非传统的议席。对于我来讲，现在的目前的政治的局面，没有什么叫做传统不传统，对吧？以前我们的党也是有其他的席位，被其他的我们的联盟的党，他们接手过去。至于外界猜测民进党是不是准备吸毒，张庆信否认会在半岛竞选。没有，你看我们如果要去为了过去是要去打的话，我们已经过去差不多10多年了。我们走后那边我们那里有打。谈到一些人以为误会他是行动党的部长时，他就显得好像不是很在意这样子。当然，在政坛上来来去去都有很多讲的满天风雨都有。对我来讲，我要维持我的原则。我们是沙劳越人，我们是沙劳越的政党，所以对我来讲，目前我们是那个什么的立高们，我们都是一起，都在这像我 DAP 的还是什么火箭的都好，我们都在一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他们认为说，我沙劳越，比如说我们那个政党是只有我一个华人在那里，所以我可能也比较常跟火箭交流。对我来讲，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 bottom line， 要为国家为民间经济上的推广。某种程度上，这其实也是张庆信政治风格的缩影。他不太跟你强调意识形态，他也不热衷于谈这种抽象的政治论述，他更在意的是行动、效率以及可不可以快速的回应问题。这种风格让他在讲究秩序与自律的政治体系里面显得特别的突出。但是同样的，他也在不断的制造摩擦，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也是越来的越多。随着沙劳越选举逼近，民进党和人联党的角力持续升温。张庆信究竟会成为沙盟内部的新支柱，还是不稳定的因素？答案或许很快就会出现。你觉得张庆信对于沙盟而言，他是一个助力，还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欢迎在下面留言。这一次在西部，我们也体验了当地的热情还有文化，也尝了土族的沙谷虫。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和分享，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标题党总部和当今约。那我们下期再会，拜拜。